哈喽，大家好，这是菠萝换耳机的视频。今天我们来聊聊两款真无线降噪耳机，一款呢是目前苹果生态中真无线耳机综合体验近乎天花板，售价1999元的 AirPods Pro， 另一款则是最近捷博朗刚刚发售的新品 Elite 85T， 目前售价为2279元。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说一说它们之间在体验上的差别。欢迎回来，我们先来看看外观，两者都采用了塑料外壳的设计，一白一黑，都分别在正面有一个电源以及配对指示灯，同时它们都支持 QI 无线充电。续航方面，在开启主动降噪时 ，Elite 85T 单次充电续航为5.5个小时，总续航为25个小时 ；AirPods Pro 则为4.5个小时与24小时。在耳机本体方面，相比起 AirPods Pro 像是直接剪掉了耳机线的 AirPods，Elite 85T 则是比较传统的入耳式设计，腔体稍大，但是整体长度小于 AirPods Pro， 所以在佩戴时需要将耳机扭一下来卡紧耳廓。舒适度方面，它们总体给我的感觉非常接近，长时间佩戴都没有任何的不适感，而且因为两款耳机都有泄压孔的加入，所以在降噪模式下几乎是感觉不到任何耳压的。但是在取下时 AirPods Pro 我偶尔会感觉到耳屏这里会有几秒钟的轻微不适感。在防水防汗上，两款耳机都支持 IPX4 级别的防水，我也做了一个这个甩头测试，两款耳机我即使甩到头晕也都不会掉。在操作逻辑上 ，AirPods Pro 在两边耳机各加入了一个压力传感器，它可以进行切换降噪模式、切歌以及呼出 Siri 的操作。而 Elite 85T 的两侧耳机都各有一个硕大的按钮，除了 AirPods Pro 所提供的功能以外，还可以长按进行音量调节以及通话时的一键静音。而且如果你不喜欢默认设定的话，每一个操作都是可以在 App 内定制的。所以就耳机交互上来说，我更喜欢 Elite 85T 一些，毕竟它给了我选择的权利。但是不同于 AirPods Pro 两侧耳机都可以单独使用，Elite 85T 是分主副耳的，只有右侧耳机可以单独工作。这个在使用初期确实是对交互的流畅性有一点打断，需要几天的适应期，算是一个遗憾。另外之前提到过，这款 Elite 85T 的耳机整体要大于 AirPods Pro， 原因之一就是捷博朗使用了12毫米的振动单元，比 AirPods Pro 的6毫米大了1倍，在实际体验上就是更好的低频效果。而这个对于低频的提升呢，也延伸了一部分在中频上，所以在这两个频段 Elite 85T 是要明显好于 AirPods Pro 的。我也让我的一些朋友分别尝试了这两款耳机，几乎所有人都认为 Elite 85T 的音质要好于 AirPods Pro， 除了铁塔他没听出来啥区别。其次更大，小伙子，你什么意思？除了我没有听出，你就是没有听出呀？那你听出来了吗？我不知道。但值得一提的是，我觉得 AirPods Pro 在人声的分离度方面反而要强于 Elite 85T。那么说到调音我们必须得聊聊自定义 EQ。苹果的一大特点就是，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你按照我说的做就行了。所以 AirPods Pro 即使在 iOS 设备上也没有什么可以自定义的地方，但是苹果提供了一个叫做自适应 EQ 的功能，它会根据不同人耳朵形状的不同来自动调整 EQ， 提升音乐的听感。而 Elite 85T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功能，就是在你第一次连接它的 iOS 或者安卓手机 Sound 加 App 时，会有一个2分钟的测试来测量你的听力曲线，并根据你对于不同频段的敏感度来进行差值补充。通俗点说，就比如说你的左耳对于某频段的敏感度很低，它就会在左耳的耳机中稍微加大这个频段的输出，反之亦然。那么虽然在听传统音频时 Elite 85T 的音质更好，但是 AirPods Pro 因为内置了运动传感器的缘故，在苹果设备上观看特定的媒体文件时，像网飞、迪士尼+这些串流平台是具有空间音频功能的。比如说我把手机放在桌面上，然后头朝向左边，这个时候呢，通过这个空间音频，我是能够感觉到它的声音是从这个方向发出的，非常有代入感。更别说 AirPods Pro 支持杜比全景声了，虽然是虚拟的。所以在看剧这个方面呢， AirPods Pro 应该是真无线耳机中最有竞争力的。另外在音频编码方面比较遗憾的是，两款都不支持 aptX， 最高只有 AAC。不过对于 iPhone 用户来说，也只支持这个编码，所以倒也没啥影响。OK， 说完音质，我们再聊聊这两款耳机最大的卖点之一——主动降噪。在降噪方面，苹果使用了自家的 H1 芯片，并搭配外部与内部的麦克风进行反馈，来适时的计算并抵消不止耳外还有耳内的噪音频段。而 Elite 85T 使用了2个芯片来进行降噪，高通的 QCC5126以及另一块独立的降噪芯片，同样使用了多个麦克风的双反馈降噪来协作计算并抵消耳内外的噪音。在降噪幅度方面 ，AirPods Pro 有通透模式、降噪模式以及都不开3种选项，而 Elite 85T 从测听模式，也就是捷博朗的通透模式开始算，一共提供了11级的降噪阶梯。这里我测试了3种比较常见的使用场景：办公室办公、飞机白噪以及嘈杂的街道。在办公室这种较为安静的场景，说
实话，两款耳机都可以为我提供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但是 AirPods Pro 会让我感觉更加的有隔离感，像风扇、空调这类较小的低频噪音是完全消失了的。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会听到一点点的耳机底噪，而 Elite 85T 即使调到最高档，对于低频噪音的过滤也还是要稍弱于 AirPods Pro， 但同时底噪也稍小。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其实这款 Elite 85T 在我最初拿到的时候，当我把降噪调到最高级时，底噪是较为明显的，但是在之前的一次固件更新后就好了很多。这也是一个现代无线耳机的优点吧，可以随时通过固件更新来增加功能或者优化体验。像苹果就通过固件更新增加了空间音频、杜比全景声、无缝切换等非常实用或者酷炫的功能。然后我在做视频前找资料的时候，发现杰波朗的上代产品75T 本身上市时并不是一款降噪耳机，结果通过固件更新加入了降噪功能。所以对于这些耳机来说，我强烈建议大家下载官方的 App 来保证你能够接收到最新的固件。继续说回测试，在飞机白噪以及街道场景下，结果就更有意思了。AirPods Pro 虽然在低频噪音上比 Elite 85T 能够过滤更多的噪音，但是在中高频段就要明显的弱于 Elite 85T 了。对于一些较高频的噪音，过滤掉的幅度就比较小，所以在夹杂着各种噪音较为复杂的场景下， Elite 85T 反而让我会感觉更加均衡一些。那么如果你使用的场景是像办公室、飞机这一类噪音相对单一，并且偏向低频白噪的话，那么 AirPods Pro 能够为你提供更好的降噪效果。而如果你经常在街道或者地铁等交通工具上使用，那么 Elite 85T 的降噪体验会更加的舒适。但总的来说差距不大，都属于真无线降噪耳机的第一梯队。另外我想说的一点是在使用 AirPods Pro 开启降噪模式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当你走路的时候是可以明显听到自己的脚步声的。这个在使用 Elite 85T 时，除非我刻意去听，否则基本就注意不到。那么除了降噪模式以外两款耳机也都提供了通透或者侧听模式。苹果依旧是不给你任何选择，而杰波朗有5个级别可以调整。我在测试中发现调到这个2到3级是跟苹果最为接近的，但是仔细听的话依旧是有一些区别。AirPods Pro 在使用通透模式时，会整体上对周围的声音进行一些的放大，所以不但人声更加清晰了，你所听到的环境噪音也更大了。而 Elite 85T 的处理则是最大化的还原环境的声音，所以当我在戴耳机或者不戴耳机时，能够听到的外界环境音量基本是一致的。但同时它也有它自己的缺点，就是在听自己说话的时候会有一点闷闷的感觉，没有苹果的那么敞亮。那么除了听歌、看剧以及工作的用途以外，我也没有忘记游戏玩家。在我的测试中说实话，我肉眼其实没有注意到他们俩在颜值上的不同，但是当我将画面慢放6倍，可以看出AirPods Pro 由于苹果自家的 H1 芯片加持，延迟还是要比 Elite 85T 低100毫秒左右。OK， 那么聊完这2款耳机的听，我们来聊聊说的方面，也就是麦克风收音。这里我测试了2个使用场景较为安静的室内以及嘈杂的街道。大家先听一下我的测试结果。现在是用 Elite 85T 所录制的普通办公场景音频，背景声多为空调、电脑风扇以及键盘敲击。123 123 123，测试。大家趁这个时间不妨来一波3连加关注。现在是用 AirPods Pro 所录制的普通办公场景音频，背景声依旧为空调、电脑风扇以及键盘敲击。123 123，测试。大家如果刚刚没有3连加关注不妨现在来一波。现在是使用 Elite 85T 所录制的模仿街头场景的音频，上一次真的上街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那么123 123 123，测试。现在是使用 AirPods Pro 所录制的模仿街头场景的音频，也不知道该说点啥，提前1个月祝大家春节快乐吧。123 123 123，测试。在这2种场景下呢，2款耳机都可以非常清晰的收到录制者的声音，而且我是真的听不太出来他们究竟谁强谁弱。大家可以在评论或者弹幕中说一下你的感受。最后我们再来盘点一下2款耳机所提供的其他便利功能。除了之前所提到的 AirPods Pro 的空间音频以及耳机贴合度测试， Elite 85T 的定制 EQ、11级降噪阶梯以外AirPods Pro 还拥有一个叫做无缝音频切换的功能，支持所有安装了 iOS 14、iPadOS 14以及 macOS Big Sur 或以上版本的设备。比如说当你带着 AirPods Pro 在手机上听歌，听到一半时突然想用 MacBook 去看个视频，你是不需要将耳机从 iPhone 上断开并重新连接到 MacBook 上的，而只需要在 MacBook 上播放视频， AirPods Pro 就会自动连接 MacBook。但这个功能是无法在安卓或者 Windows 设备上使用的。而 Elite 85T 呢也提供了一个类似的无缝切换功能，虽然只可以同时连接2台设备，但是它支持所有平台，包括苹果、安卓以及 Windows。另外2款耳机也都提供了寻找耳机的功能，都会在断开电源时自动上传它们最后
后的位置。OK， 对比了那么多，最后再简单的总结一下，除了像健身、日常听歌以及打电话这些，他们俩都可以满足的场景以外，如果想要更加细分一下两款耳机各自的使用人群，那么更加注重音质，希望对于耳机的 EQ、降噪等参数有更多的可控性，主要使用场景为日常通勤与逛街，有多部不同操作系统设备的用户。如果你符合以上的一项以上的话，那么可以考虑这款捷豹狼Elite 85T。而对于苹果全家桶用户，希望交互更为简单，不需要另下载 App 调试，使用场景多为办公开会或者坐飞机，以及更加注重通话质量或者看剧体验的用户 ，AirPods Pro 也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OK，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一定要点赞、收藏、转发以及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